吃菜，我都饿了。快快快，快吃！那啥子，你们先吃着好，我就下去了。哎，楼下不是有人看着呢吗？要不得，按排班啊，这个时候我应该在超市里工作嘞。你们年轻人先吃着，等会儿换班的时候我来热菜。哦，等会儿，高翔，你说。何大爷，是这样啊，根据您的具体表现，神仙顶超市董事会一致决定，将您的月薪啊上调。啥子啊？要涨工资？我挣的不少了。您付出的也多呀，特别是主动要求值夜班，工资该涨。哎呀，我在这儿管吃管住啊，又把病都治好了，挣的钱都花不掉的。那个啥子还要啥子自行车呀？外公，你还挺俏皮的。这不是电视上那个老汉学的吗？挺好，那这个工资就少涨一点啊。啥？开玩笑的，工资照涨。张俊，再给你外公买一辆自行车。真给买自行车？你活干的是不少，但是缺乏锻炼，买一辆自行车能锻炼身体，还能在特区逛一逛，不挺好的吗？要得要得。哎呀，能够在深圳街头骑自行车，真是安逸哟。老先生，不要东张西望，注意安全。哎，我就晓得是你一个幺儿，戏耍老汉儿的嘛。要不要换这个好骑？我可不要，我晓得你这个车子好又贵，可是啊，我还是喜欢我这个，骑到路上我都想啊，要是当年我能买得起这样子的车，给你两个姐姐做陪嫁，她都能嫁到县城里头去。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，每天坚持锻炼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别摔着磕着。好的，你放心。哎呀，我现在精神得很，你看，穿的都精神了啊，腿不抖，腰不软。好好锻炼哦。那我先走了。你慢点。哎，你也慢点啊。啊。高友的复工率还是挺高的，超过了90%。虽然年前隔壁的孙老板就说要抢人，但是大家还是挺重感情的，都说方总人好，李娟儿更能想到大家心里头，所以愿意跟着咱们干。这个孙老板抢人的招挺损的，只要愿意去他那儿，工资上浮10%。这条规定专门针对咱们厂子过去的。什么东西？咱们怎么招惹他了？吞掉我们，他就能把厂子做大。厂子规模越大，越有价值。小赵，方总，其实我这边情况不是特别好。咱们年前的2个订单，一个已经黄了，就是被这个姓孙的抢走了；另外一个呢，也有点松动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您看好不好啊？我专门的飞一趟上海，跟他面对面的谈一谈。很好，等你好消息。好。小李这边呢？我这边还可以，但就是没什么增量。北区略有增量，但是价格上不去，主要是没品牌嘛。做销售就是得多跑，很多时候当面交流和打电话效果截然不同。当年我和娟总做服装经销商的时候，可是全国各地都跑遍了的。我已经订票了，明天就出差。我这就订票。辛苦了，散会。现在销路打不开，产品积压严重了。文志，
要不然，咱关2条生产线吧。我是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考虑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妈，妈回来了。豆子，妈，妈，哎呦，幸福，幸福，孩子刚才肚子疼，拉肚子了，我这赶紧带他到卫生院去啊！大夫说没事的，多喝水，给他吃了药，折腾了半天，这不刚哄他睡着了。他咋拉肚子了？怪我寻思着吧，把昨天晚上剩的虾拿出来热热吃了，后来虾还没热，他就给吃了。你确定是因为吃剩下的虾拉肚子吗？我看着盘子里好像少了几个，我寻思着是他吃了。不大烧了，大夫说了就是拉肚子，不拉了就好了。妈，小豆子有没有反复的感冒、发烧、拉肚子啊？哎呀，那孩子长大，小病小灾的不是常事儿吗？豆子皮，只要他醒着，满院子满屋子楼上给你跑，一眼盯不住，就不知道磕着还是碰着。就这我跟你爸不错眼珠子的盯着他，还盯不住呢。多动也是症状，可不是多动哎。小豆子病历本呢？在抽屉里呢，都在那单子啥的。小时候多乖呀，越长越不随情来。不是要紧的。小豆子，小豆子，来醒一醒。哎呦，妈妈干嘛？我要睡觉。别睡了，妈妈带你去心理医院。啊？大夫说了，刘大夫说没事了，咱吃了药了，多给补水，过2天就好了。一开始都不重视，全当成普通的感冒发烧来治，全给耽误了。妈，您回头跟庆来说一声，我就不回来吃饭了啊。浩浩，你乖一点，马上就到我们了。浩浩，哎呀，你把妈妈衣服再拽坏了，你看看。哎，郭大姐。哎呦，何经理，浩浩，别带孩子来看病。哎呦，哎呦，这衣服啊，是啊，这你儿子啊，咋了？他闹肚子，我带他来看看。哦，哎呀，你孩子几岁了？哎呀，6岁了。跟你玩。哎呀，真好！来坐。哎呀，你看你家儿子多懂事，多乖呀！俺家这个呀，就是个讨债鬼，脾气大得很，还总闹病。闹啥病呀？头疼、拉肚子，还总发脾气，就一天到晚停不下来。医生说俺孩子是这个儿童多动症。你有没有给他抽个血，查查血铅指数超不超标啊？抽血啥超标？就是血铅，严晨儿子得那个病。不会吧？我听专家说，说这个血铅中毒也会造成孩子多动症、脾气大、烦躁，还会伴有攻击性行为。
何经理，我咋听着你说的跟俺孩子有点像？那你的意思说他中毒了？哦，那不是，是因为我带孩子来也是要查查他血铅有没有超标。我是想着，既然你也来了，不如也跟那医生说说，也给孩子抽个血，检查一下这个血铅指数，给孩子查查，不是放心吗？11号郭亚萍，2号指示。哎，何经理，一起去吧。俺听你的都查查，你跟医生说查些啥，俺也说不明白，行不？啊，行啊，走，好，来，走啊。好了，把枪给妈妈啊。何经理，没想到你这么年轻都有孩子了。你看你真能干，孩子照顾的也好，事业做的也好。俺就这一个讨债鬼，说那俺啥也干不了。我孩子主要是我公公婆婆帮我带着。你看，你真有福气，不像俺，上辈子不知道遭了什么孽，这辈子罚俺遭这些难。俺是山东人，跟着老乡来这儿打工，后来就嫁到村上了。孩子2岁那年，公公婆婆带俺男人去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，怕孩子哭闹，没让俺去，留在家里看孩子。谁知道去盛下饭沟里了，一下子人全没了。俺现在就一个人带孩子，偏偏又不争气，不是生病就是闹的。可是俺家就剩这个孩子了。如果他再有个什么3长2短，俺是真不能活了。顾姐，别这么说，你以后有啥难处你就来找我。这天下没有爬不过去的坡，会越来越好的。我爸以前老跟我说一句俗语：吃苦了苦，享福了福。每次我觉得吃苦受累，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跟自己说，现在趁着年轻，把该吃的苦都吃了，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。谢谢你啊，何经理，跟你说这话，俺心里舒服多了。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别憋在心里，你就跟我说。嗯。人老了，没用了。人家不嫌弃，你自己都嫌弃。说给你们带孩子累就不说了吧，就那份操心，那是人遭的罪吗？哎呀，整天的千小心万小心的，就怕出点差错落埋怨，就这还躲不过呢。往后你们自己带孩子，我不管了，带好带坏是你们自己的事儿，反正我落不下埋怨。哎呀，行了，少说点吧。我们回来了。哎呀，看我们这好福气，正赶上吃饭。奶奶，小豆子，走，先洗手去。妈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吃好了。妈咋了？你惹妈不高兴了？怎么是我惹妈不高兴了呢？那，你别看我，我啥也没说。小豆子，你怎么洗手洗那么久啊？你别看这个看那个了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自己做的事情，你还问别人？我做啥了？你是说我惹妈不高兴了？
你说你也真是的，那小孩子吃坏肚子拉拉稀不常有的事情吗？你干嘛大惊小怪的呀？妈都带着孩子去村卫生院做过检查了，你还巴巴的带着孩子去县医院检查，你搞得跟不信任妈似的。这几年不都是妈带着孩子吗？没有爸妈，你说我们哪有精力做事情？妈，妈，生气了？别生气，我真不是有意的，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我没有要怪您的意思。您和爸带孩子辛苦，我知道的。以前孩子也拉过肚子，你咋没这么多话呀？你现在就是挣钱多了，不把我们老的放眼里了。妈，真不是，我是怕孩子血铅中毒。中毒？我是孩子他奶奶，我还给孩子下毒啊？怎么了？谁中毒了？妈，您错怪嫂子了。嫂子说了，事情查清楚之前先不要告诉你，怕你们瞎担心。不是，到底出什么事情？赶紧说啊，这不更担心吗？水尾村打官司那家人的孩子查出来血铅中毒，他们以为是保健品厂排的污水造成的，但是厂里面排的水检测出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如果不是水污染造成的，就一定还有别的原因。血铅中毒的症状有很多，比如腹痛、拉肚子。我又听你说他平时特别好动，我就怀疑他有血铅中毒的可能，所以我就赶紧把他带到县城的医院里去做了一个血铅检查。但是这种检查村里的卫生院做不了。那检查这说啥了？结果现在还没出来。豆子，不会中毒吧咱？妈，您别着急，是能治好的，但主要问题是一定要找到原因，不然治好了还是会继续中毒。哎呦，乖呀，哎呦，奶奶的命哎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小豆子，爸爸，小豆子，来，把药吃。咋了？和万书记谈好了？谈了。万书记说什么？万书记倒觉得挺好，挺支持，可是传家非要让我帮他一个忙，他才愿意跟我谈。什么忙？保健品厂想让这个秀玉给他们做那个产品形象代言人。好事儿啊！是好事儿，可秀玉不愿意啊。我刚才和秀玉一提，就被他从屋里撵出来了。为啥？还能为啥呀？秀玉愿意跟这个传家打交道啊。那回头我找秀玉聊一聊。你别回头啊，要不你现在就帮我跟他聊一聊，我可等不了。行，我现在跟他聊去。啊，去，你好好跟他说啊。楚云，你给我选的衣服我收到了，没想到你挑的这个牌子还挺好的，哎，款式也特别好看，我特别喜欢，谢谢你。秀玉睡了吗？没睡呢，嫂子你进来吧。秀玉干啥呢？啊，楚云帮我选了几件衣服，说后面拍摄的时候穿。秀玉，嫂子听你大哥说，
保健品厂想找你做产品代言人，你为啥不去啊？懒得理他们。哦，嫂子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我觉得给这产品做代言是一件好事啊。你不去，那还挺遗憾的。有啥遗憾的？现在这个保健品已经卖到全国20多个省、几百个市县，这就意味着咱们可以借这个保健品的销售，可以更大范围的去宣传咱们万家庄的山水，也顺带着把咱们这儿的旅游做得更好。其实大家都是一体的。我之前就想着跟集团建议，他们每年砸那么多广告宣传的钱，不能只是光做产品，更应该去宣传咱们万家庄的山水，把人文融进去。消费者对文化认可了，更会提升对产品的认可。那你就不光只是为产品做代言，也是为咱们旅游合作社做代言，更是为万家庄做代言。这对你来说是好事儿。这都对别人好，对我有啥好的呀？水涨船高呀，公司好了，万家庄就好了，万家庄好了，咱家就好了，家好了，我们就都好了。就是那句话，万家为人人，人人为万家。嫂子，你现在说话怎么越来越像万书记了，一套一套的。你别拿嫂子打岔。嫂子读的书比你少，你学识比嫂子强，你去做代言人还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。那嫂子别说，你虽然学历不高，但是见识一点都不比那些学历高的人差。所以我就说，别老纠结着那件事儿。学习不光是在课堂上，社会也是所大学。你的那个就诊卡。哦，好，这儿。你好，我取一下化验报告。啊，好的，我看一下，请您稍等一下。这个给您。谢谢，谢谢。没事儿。这是你的哦，这是就诊卡。哦，好。谢天谢地，一切正常。何经理，你帮俺看看，俺也看不懂啊。哎呀，咋了？有啥问题啊？这铅含量230微克。啥意思啊？你就说俺孩子到底是中毒还是没中毒啊？这孩子血液里的铅含量确实超标。啊？这可咋好呀？别担心，我听省城的专家说，可以做排铅治疗，咱们去找那个大夫问问吧。真能治啊？能治能治。哦，好，何经理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劝俺给孩子做检查，还不知道咋回事呢。可是这孩子咋就中毒了呢？这毒从哪儿来的呀？是啊，我也着急这个事儿呢。咱也不能一边给孩子排铅，一边继续中了毒。哦，当时俺们村好几个孩子老生病，大家都怀疑说你们村那个保健品厂把水给污染了。可是保健品厂的排污是符合国家标准的，专家也说了，水里检测出的微量铅毒不足以损伤人体。哎，铅毒的来源很多，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毒源，咱们得再找找。哎，这咋办呀？先带孩子看病要紧。怎么，又发现了一个？对，血铅指标是230微克，现在在县医院治疗呢。倒是比小强轻些。我在给小强做治疗的时候，详细询问过发病过程，我有些怀疑是水的问题。另外，他妈妈说那天他走得着急。前一天晚上，他心神不定的忘了给壶里加满水了。早晨，壶里的水在炉子上都快靠干了，就剩了一点，孩子都给喝了。如果水中含铅的话，经过长时间煮水，水蒸发后，剩下的水里含铅浓度就会特别高，
很有可能会造成孩子的急性中毒。可是他们村的饮用水检测都是合格的，政府每个季度都有检测，他们还专门请了环保局监测站的来，又进行了一次检测，结果也是合格的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有可能还有别的毒源。我看现在最重要的是对他们村和附近村落的孩子做一次筛查，看看到底有多少孩子血检指标高。如果是群体性中毒事件，就要调查清楚他们有什么共同的行为习惯，顺藤摸瓜就容易找到毒源了。还有，血铅中毒对孩子的身体影响很大，筛查的事可不能耽误，要尽快查明情况，否则时间长了会损伤孩子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方主任，谢谢您啊。你是说，找那几家老生病的孩子再查查？方主任担心是群体性的中毒事件，那如果是群体性中毒，那这事儿就严重了，必须得顺藤摸瓜去查清毒源，不能耽误了。走，俺陪你去。哎，闷葫芦啊，你咋来了？哦，你是来看盐城的房子吧？跟你妈说放心，我帮她看着呢。啊，这个是盐城的表弟，姓胡，打小不爱说话，俺们都叫他闷葫芦。哦，他妈呀，还是从我们村嫁到你们万家庄的。闷葫芦现在可有出息了，在万家集团当保安呢。哦，盐城是你表哥呀？啊，他在城里咋样啊？还行吗？他们在参加护工培训，说以后可以在医院打工。啊，当护工，挺好，挺好的。哎，闷葫芦，跟你妈问好，俺们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。哎，走。哎，何经理啊，来了，主任。哦，哎，您回来了。哦，哎，小福，你咋来了？是这样，郭姐家的孩子查出来跟盐城大哥家的孩子一样，血铅指数超标。我咨询过省城的专家，专家建议最好对咱全村所有的孩子进行一次集体筛查，因为这有可能是一次群体性中毒事件。群体性中毒？哟，你可别吓唬我，这事儿大了。这个我没吓唬您，这孩子血铅中毒是大事儿，真得重视起来。哦，是得重视起来。这光我重视，这没用啊。你说把所有孩子都得查一遍是吧？啊，这得花多少钱呀？是这样，关键咱这一合并吧，这财务都捅到万家庄那边去了，这我说了不算呀。我看这样，何经理，你找万书记去，找万能的万书记，找他解决。行，我回去跟万书记说。哎，是得重视。哎呀，这能行吗？能行，我跟万书记说一声。哦，你是说，这水尾村除了上回打官司输了的那家孩子有中毒，现在又发现一个有问题的？对。所以你就希望，现在给水尾村所有的孩子，都做一次筛查。你们家小豆子有问题吗？小豆子没事儿。幸福啊，是这样啊，就这个事儿啊，我也打听过，有很多原因都可能造成孩子的铅中毒，不一定就是污染造成的。你看官司都打赢了，孩子们没完没了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万书记，你误会了，筛查和案子没有关系，筛查是为了要查清楚，到底是个别现象还是群体现象。如果真是群体中毒，那咱就要尽快查清楚毒源了。幸福啊，你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先缓一缓？啊，不，倒不是钱的问题啊，主是忙不过来。还有2个月就年底了，是吧？公司得冲业绩，下个月这个创富村的评比就会有一个结果，考察团又要来，我还得应付上边各种各样的检查，公司的各个部门也得做工作总结，是吧？当然了，
花钱的地方也很多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事儿还是过一阵子再说吧。凡事都得有个轻重缓急，你说呢？行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好好的，干嘛要去抽血化验啊？就是看看孩子血液里的铅含量是不是也高。严成家的孩子和郭大姐家的孩子血铅含量都高，铅中毒对孩子危害很大，所以我也建议你们去查查。啊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看着孩子这淘气，你是觉得我们这个大孙子也会中毒吗？哦，奶奶，这得查了才知道。哎呀，那不费钱吗？乱花钱。这怎么是乱花钱呢？查了心里踏实。要是没事最好，有事早点治疗。哎呀呀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秀月，没事吧？嫂子找你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帮我做个宣传单，大概内容就是介绍血铅中毒的基础知识。主要是号召家长带着孩子去做血铅检查。行，我现在就做。现在别做，太晚了，明天再做吧。不行，明天厂里安排广告拍摄，书记说了，要尽快做完，赶到评审团来之前，先做一轮宣传，热热场。那我跟你一起做吧。你想想怎么排版，内容不要复杂，简单直接，大家能看得明白就行。行。我去泡杯银耳汤，咱别饿着肚子做。好。这么排版能看清楚吗？我觉得能，这是最简单的模板了。刘老师，给孩子们筛查血铅指标的事儿不能再耽搁了。这是我们做好的宣传册，你带到学校去，给孩子们发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家长愿意去做筛查，统计好告诉我，我好联系县医院，到时候带孩子们一起去做筛查。行，我回去召开家长会，跟家长们说说。没问题，你们组织好，提前告诉我们大概有多少孩子要做筛查，我可以跟院里说，到时候集中相关科室，给孩子们安排一次专项筛查。好，谢谢张主任。不用客气，都是我们该做的。比如说，如果孩子有什么烦躁啊、多动啊，然后有一些暴力倾向呀，都是很难察觉的，还是要抽血检查是最保险的。大家有要去医院检查的话，在这儿把姓名、电话号码记一下啊。对，我最终还是要说，给孩子抽一次血，做个血铅检查，心里才会踏实。慢点啊，慢点，往后面坐，往后面坐啊。全国创富村的评比已经到了中评阶段，啊，可不是中间的中啊，是终了的终。也就是说，就差这一哆嗦了。咱们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不容易。下周，评审团就要来我们万家庄啊参观考察，给评审团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啊？对于我们能不能拿到这个称号至关重要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要把你们那个1亩3分地儿啊，收拾收拾利索啊，弄弄整洁，啊，别让人觉着我们农民不讲究。还要把你们各自的工作都理理清楚啊，人家问起来，咱得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，别到时候结结巴巴的，连1、2、3、4都说不清楚，是吧？总之一句话，就是要让评审团看到我们万家庄人的精气神儿。
谁都不许掉链子。到时候谁要是掉了链子啊，给万家庄抹了黑，拖了万家庄的后腿，那就别怪我万善堂事后翻脸。放心吧，王书记，我们绝不会掉链子。是。哎，这就对了。那么下面就由裁量给大家具体布置一下各部门的工作重点。我已经通知2家了。哎，好，放心吧。哎，婶子，你干啥去？我正要找你呢。哎呦，啥事啊？回头再说吧。我先到镇上买点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别买东西，你派别人去。你赶紧通知各家民宿，派个能管事儿的到咱们社里开会。啥事儿这么急？好事儿啊！评审团要来咱村里参观考察，民宿和旅游服务也是重点，这是咱村里的头等大事。万书记说了，谁要是敢掉链子，他就跟谁翻脸。你现在是副理事长，各家各户盯紧点，咱合作社可千万不能掉链子。哎呦，那是，这是村委会下发的通知书，你多复印几份，下午开会的时候发给大家。哦，行，那我先去了啊。你去吧。喂，哎，秀玉，啥事儿？嫂子，镇小学的刘老师找你，问你啥时候回来。我马上回来，你让他等会儿我。哎，好。刘老师来了，回来了。怎么样？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怎么样？一共25个孩子，12个有不同程度的前超标。12个？这么多，看来真是让方主任给说中了。这就是一起群体性的中毒事件。这事儿可不能耽误，得尽快弄清楚是什么原因。你说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你先把这个化验单发给大家，然后看看各家的情况，这些血铅指数超标的这些孩子生活起居有什么共同点，跟这些没得病的孩子有啥区别，然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。行，我现在就去办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那不是秀玉吗？听说她在网上很火啊。就连我邻居家这女孩都想要她签名呢。也是吗？我去找她给你签。不用，算了吧，免得让她爸妈知道了，不高兴。不高兴？为啥呀？你是不知道啊，那个女孩呢，长相不错，就是不爱学习，成天就知道刷手机、看视频、玩游戏。爸妈一说她吧，她就把秀玉拿出来当挡箭牌，说人家秀玉姐也不爱学习。也没上过大学啊，可他现在不照样该挣钱，该出名吗？我长大了，也要像秀玉姐一样做个网红。一句话，怼得他爸妈哑口无言。那秀玉没上大学也是有原因的。再说人家秀玉从小就是学霸，这当网红怎么了？当网红人家也是凭自己的本事，别听外边那些人瞎说。这些人就是自己没能力，还怪别人太优秀。可人家不这么认为，大家都说他是因为没本事上大学，现在只能靠一张脸吃饭。哎，行了，我回去了。那我走了。秀玉。不，再过来一点。哎，再往北边来一点，北边的再来一点。哎，跟那个梁啊。过来了。哎，好，跟那个梁要平了。哎，来，拉回来了哈。哎，那个找人来搬花，哎，搬下来了啊，搬吧，你让他们搬吧，你歇会儿，没事，让他们搬吧。来，那个外边摆的不齐的地方都弄齐了啊。小心啊。那个。挑几盆好看的，搁到那个会议室里头啊！小心啊！这外边啊还不够密啊！你俩小心点儿。你这边再高点儿。哦，对，你这边也再高点儿。哎，不行，再高点儿，再高点儿。幸福姐，哎。过来看看，这个横幅这么摆行吗？
快点沉着。来，等会儿我看，不，你这当然不行了，平了，要平。来，你上去慢点啊！来，别，把它固定住，正平着再固定啊！站好了，哎对，啊，哎这回行了，好，来慢点下，你下来吧，下来吧，那边也得弄，赶紧下来。哎，哦，那这么说，那些得病的孩子和没得病的孩子，除了住在河边和不住在河边这一点，并没有其他明显的不同。是的，不过也有2家住河边的没生病。幸福啊，现在都是人心惶惶的，大家都很着急，都想尽快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我也想知道呀。这样吧，刘老师，明天评审团会来万家庄参观，咱们约到后天吧。后天我去找你。行，我们再把整个事儿好好捋一捋。啊，好，那这样。庆来，你这是在干嘛呢？哎呀，那个村里通知让各大户把那个什么家里弄干净，说不定那个考察团会过来看看。我先用这个井水把家这个院里冲冲呀，这自来水太费水了。我在给小强做治疗的时候，详细询问过发病过程。他妈妈说那天走得着急，小强就喝了一点水。我有些怀疑是水的问题。可是他们村的饮用水检测都是合格的，政府每个季度都有检测。那有可能还有别的毒源。对呀。郭姐，郭姐，哎，郭姐在家吗？哎，咋了？你家喝井水呢？啊，喝呀。那严成大哥家呢？也喝井水吗？是啊，他家也喝井水啊。那其他那几户呢？那几个孩子血铅超标的那几家也都喝井水吗？应该是吧，俺也不太清楚啊。这现在各家各户都装了自来水，干嘛还喝井水呀？嗨，哎呀，这自来水不是花钱嘛，能省则省。再说，大伙这么多年都喝着井水，也都习惯了呀。这次筛查，住在河边有2户人家的孩子血铅指数正常，人家是不喝井水啊？哦，你说那2家，俺知道，他们2家条件挺好的，估计也不会为了省这几个钱。这毕竟自来水还用着方便啊。何经理，你是说这井水有问题啊？我也只是怀疑，还是得请监测站的李老师给这井水取个样。哦，你说的有道理。我们去的时候啊，只是按照村委会的要求，取了河水和自来水的水样。那您看，您能不能尽快再来一趟，再给井水取个水样做个检测？哎呀，这个我们现在正在集中搞这个水质普查，工作特别的多，怕给你安排不上呀。那不行呀，不能再等了。现在已经查出来有12个孩子不同程度的血铅指数超标。什么？12个？这么多？还都是孩子？哎，何经理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就属于群体性的中毒事件了，你呀得马上给环保和疾控等部门报告。好，那我也向村委会报告。这样，何经理，我把这个情况呢也抓紧给我的领导报告，争取把你们这个事儿啊安排到明天的工作计划里边，我亲自去。那太好了，谢谢您啊。明天呢，希望你亲自在现场给我们安排和协调，因为工作特别多，不能耽搁。
只能给你们1个小时时间。要是耽搁的话，1天的工作计划那都得往后延。行，那明天几点？这个时间还不太好说。明天我们好像是有6个地方要去采样，是吧？对。这样，何经理，明天怎么方便怎么来。我去之前啊，给你打电话。你记住啊，千万不要安排别的事儿。好，那我等您信儿啊。好，好，好。刘老师，还只是怀疑。不过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在检测报告出来之前，尽量不让大家喝井水，也不要用井水做饭、洗菜什么的。啊，行行行，那先这样，挂了啊。曹三，啊，刚村委会通知，说明天参观完保健品厂就来考察幸福客栈，让你准备好一下接待和发言，汇报一下客栈的经营情况和发展前景。秀月，我正好跟你说个事儿，我明天要去趟水水村。为啥？边走边说。是这样的，这是我准备的发言稿，你尽快熟悉一下。万一明天有时间真撞上了，你就替我去发言。反正你对客栈也熟悉。我不行，明天评审团来了，你不在，这说不过去。我也希望时间能兼顾上了，但万一呢？咱不得备个 B 计划吗？你让别人替你去取样啊，你干嘛非要自己去啊？我还得去组织去安排，老李时间有限，那郭大姐也没有经验，我也怕她出什么乱子。哎，看运气吧，我也希望时间能兼顾得上。你就帮嫂子看看吧。